这场比赛彻底点燃维斯塔潘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恩怨情仇，更是上演了维斯塔潘的红牛骑上汉密尔顿的梅赛德斯赛车的围场经典名场面。要知道，在前2站的银石赛道，汉密尔顿撞飞维斯塔潘的名场面就已经把当年 F1 争冠的怒火彻底点燃，而这一战更是将2个人的矛盾引到高潮。我们将时间拉回到2021年的蒙扎大奖赛，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随着5盏红灯熄灭，比赛开始。起步阶段，第2位发车的大牙里卡多直接超过了赶位发车的维斯塔潘，随后汉密尔顿和维斯塔潘卡位时冲出了赛道，场上的竞争更是异常激烈。吉奥维纳兹的赛车和塞恩斯的赛车发生了碰撞，车辆碰撞后前鼻翼完全脱落，碎片散落在赛道上，虚拟安全车随即出动。此时从最后一位发车的博塔斯已经开始了他的超车表演，连续超越多辆赛车，逐渐向前列逼近。赛场上的竞争愈发白热化，维斯塔潘不断向车队报告难以接近前方的里卡多。汉密尔顿从第12圈开始向诺里斯发起猛烈攻势，但屡次尝试均未成功。Is Lewis Hamilton to the far left-hand side and very gently and very subtly there stop Hamilton from making a risky move, but Hamilton's going to come back at him, not just through the Curva Grande, but towards the Della Roggia chicane, and Hamilton on the inside has got enough of a gap there. Has he got the pace in a straight fight with Norris? Not on this occasion. Norris under braking. 第23圈，维斯塔潘由于轮胎衰竭，后胎开始打滑，刹不住车，切过弯道，让里卡多将优势进一步提升。领跑的里卡多率先进站换上硬胎，迈凯伦车队完成了惊人的2.4秒换胎，这一出色表现迫使后方车队不得不做出反应。接下来的一圈，维斯塔潘进站换胎，红牛车队却遭遇了灾难性的11.1秒停站，这让维斯塔潘出站后已跌至第10位。与此同时，汉密尔顿在赛道上超越了诺里斯，开始领跑比赛。第26圈，汉密尔顿也进站换上中性胎，这时候梅赛德斯车队的换胎也出现了失误，耗时4.2秒。这一连串罕见的进站失误为接下来的惊天碰撞埋下了伏。汉密尔顿出站后与维斯塔潘并排进入1号弯，维斯塔潘的轮胎因为已经工作了一圈，温度更佳，在1、2号弯具备了爬头趋势。维斯塔潘发动了强硬进攻，而汉密尔顿则实施了坚决的防守，没有给对手留下突破的空间。2辆赛车在出弯时不可避免发生了碰撞，维斯塔潘的赛车骑到了汉密尔顿的车顶上，红牛赛车的右后底盘直接压在汉密尔顿的 Halo 系统上。这次碰撞使得2辆车最终都冲进了砂石缓冲区，无法继续比赛。Halo 系统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保护了汉密尔顿的头部没有受到伤害。维斯塔潘下车后看了一眼事故现场，便径直离开了。说到这里，就得来科普一下这个保护了无数车手生命的 Halo 系统了，就是这个外形丑到离谱的形似人字拖，设计叫做 Halo 系统。从2018年开始，国际汽联就强制各个车队在赛车上安装，就是这个保护车手生命的装置。在刚开始的时候，居然遭到很多人的抵制，就连维斯塔潘也曾公开说 Halo 系统真的太丑，他说他让赛车变得像一坨屎，他甚至都不愿意坐在车。不过随着慢慢投入使用后，大家才发现 Halo 系统是真的像，因为它真的可以保护车手们的安全。在投入使用的首个赛季，比利时的斯帕赛道在起步阶段发生了碰撞，阿隆索驾驶的迈凯伦赛车直接从勒克拉尔的赛车头顶飞了出去。试想一下，当时如果没有 Halo 系统，勒克肯定没有这么幸运。Halo 系统在如今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是 F1 的座舱是完全开放的，高速行驶下撞击、碰撞、翻滚的事故对车手的安全隐患非常大。2014年的比安奇就因为开出赛道，头部直接撞向吊车而不幸身亡。因此，国际汽联为了提升 F1 的安全，最终设计这个酷似人字拖设计的 Halo 系统，像天使一样头顶光环，保护着每一位车手的安全。回到比赛，由于潘兹和老汉的事故，安全车出动后，赛场上出现了新的格局。里卡多和勒克莱尔位居前2，诺里斯排在第3。比赛在第31圈恢复，里卡多起步出色，诺里斯则在4号弯内线成功超越勒克莱尔。迈凯伦车队占据了前2名的位置，这是他们自2010年加拿大站后首次包揽冠亚军。对于里卡多来说，这是他加盟迈凯伦车队后的首场胜利，也是他职业生涯第8个分站冠军。在颁奖仪式上，他再次上演了成名的斜影庆祝动作，成为了 F1 历史中的一个经典画面。